好看这人开的房间啊，来一个牛叉的高手，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。我们也不是特别厉害，只会一点点。但是这个对手呢，他开的模式啊，不是正规的比赛的那种1v1的模式啊，他开的是什么模式呢？他开的是没有超级武器的，而且这个地图呢，他选了个法国。这个地图啊，一般情况来说都是苏军打苏军，带超5的。1对1的话，同水平，基本上你开的超级武器，盟军就没法玩。所以说呢，他就把超级武器取消了。你玩苏军，他就不怕，他选了一个法国跟你玩，对吧？如果是1万开局，法国估计也打不赢苏军，但是他开的是3万开局，你看到没有？3万开局。没有超级武器，拖到后期呢，他直接在门口摆3、4个巨炮，你就冲不进去了。而且你打快攻也没用，这3万开局，他造美国大兵不差钱，他可以直接出空子步出大炮，一下子造30个美国大兵蹲在门口，你打快攻也不行了。如果是1万开局，他造这么多兵啊，他就没有钱出重攻了，因为我的大兵101个，他的大兵201个，他造大兵他造不起，对吧？所以说你看他出了空子步要造大炮，这3万开局。法国就比较厉害啊，而且呢，你又没有铁幕装置，有铁幕的话就可以冲进去。所以说我开局就尝试了造一个头啊，看看能不能偷下他。结果他把基地收起来，偷不到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他选的这个模式，法国确实有一点优势，主要是3万开局，太有钱了，对吧？他一上来造很多地堡、很多兵，马上大炮一出来，你打快攻也不行了，所以说只能出牛。而且这个地图呢，越拖的后期啊，你这个经济也跟不上它。这3万开局，等一下它可以造一个矿石精炼器。这个苏军呢，你没有矿石精炼器啊，只有一个副子中心。他等一下造的矿石精炼器，越拖的时间越久啊，他的经济越好。而且呢，这个模式你打快攻也打不了，只能慢慢玩，对吧？又没有超级武器。所以说想快也快不了啊，只能呢慢慢发展一下。你看他现在5个牛，我也5个牛，我只能呢早一点出这个重攻啊，多造几个重攻。如果有铁幕的话，盟军他就守不住啊，盟军的话就怕那个铁幕装置，等一下铁幕一冲进去，他再多巨炮也守不住啊。3万开局快攻也不行，那么我们只能呢准备造基洛夫啊。所以说这个模式我一开始以后，我就想到了该怎么玩，只能用基洛夫，或者呢用 V3 导弹，再或者呢就是前期你能偷到他。如果前期能偷到他一个建筑，在他家里疯狂的甩地堡，造个兵连出大兵，但是那个前提得偷得到啊。但是我前面没有偷到他，只能改成后期啊。所以说我想到的唯一办法呢，就是造基洛夫，没其他办法，没有铁幕，我就打算呢准备造1万个基洛夫，1万个造不到，我就把我的钱呢全部花完了，先造个6、7个坦克防守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就准备造基洛夫了啊，再架起防空炮来，因为我听到飞行兵的声音，还有那个飞机的声音啊，所以说我们再造一个维修厂，万一等一下他来了很多飞机炸我的基地，然后我们这个基洛夫呢1、2个过去没什么用啊，你1、2个过去他估计也造了很多防空炮，他等一下造个矿石精炼器比较有钱，所以说基洛夫要停在这里，等多了以后再上啊，先派1个基洛夫过去看看能不能炸到油田，反正死1个基洛夫无所谓，看看能不能炸掉他1个油田。你看他开始造防空车，造这个防空炮了，对吧？炸掉一个也还行了。然后这个基洛夫进去呢，估计炸不到，只能呢退回来。我们出一个副子中心，准备造一点辐射兵了。等一下拖到后期啊，他会在家里造很多幻影，造很多光灵，还有巨炮。你这个坦克我估计是冲不进去，没有铁幕坦克很难冲啊。主要这个地图啊，它属于易守难攻型。如果换其他地图就不怕，这个地图易守难攻，而且呢家里的矿也不是特别多，等一下采完的矿呢，你打不进去，它那个矿石精炼器就会发挥作用。然后我们再炸油田，好像还是炸不爆，不能再送了。再送的话，等一下我没有钱造基洛夫。你看我直接造了4重啊，为什么造4重呢？就是想让基洛夫快一点出来，把这个钱呢以最快的速度花出去，不能拖的时间越久啊，它防守的越来越好。然后我们再造个副子中心，多装一点辐射。等一下基洛夫冲进去以后呢，还要用这个辐射破它的幻影，破它的光灵啊。
然后我再造一种5重工就行了，5重工直接卖基地。现在留的基地没什么用，我什么都有，负责中心也有，核电厂、高科技维修厂都有啊，直接把基地卖掉。然后呢，等家里的矿采完了，再把所有的存款全部花完，就看这一波能不能打得进去啊。如果造V3火箭的话，我估计不行，因为它会造黑幕黑起来，你V3火箭拿不到视野，炸它的话比较难。然后他现在呢，看到我出了这么多基洛夫，也有一点慌啊，就在家里出很多防空炮，还造了很多飞行兵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估计他巨炮没几个了。我造这么多基洛夫，他巨炮估计都不敢造啊，都疯狂的造那个防空炮，然后只能等，对吧？5个重工出基洛夫出的很快啊，把这个钱全部花完，然后家里的矿呢也采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家里的矿采完了，等一下准备把牛车呢也拖过来啊！把这个牛车呢，现在家里都已经没矿了，你这一波没打下来，你还想着靠这个牛车再发展起来，根本行不通啊！所以说呢，要不就一波带走它，要不打不下就没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只能把牛车拖过来啊！这个人呢就用飞机开始炸我的辐射了，然后我们再造几个防空啊，现在钱不多了，钱不多以后呢，就把重工卖掉1、2个，然后我们的防空车呢分开啊，因为我这里面都装了辐射，不要一下子冲进去，先派个4、5个防空到前面，然后牛车加基洛夫，你看他飞机炸我，把我辐射炸出来了，炸出来了以后进后面的防空啊，然后他分了2个幻影来打我的辐射，我们一蹲先烫掉他2、3个幻影。但是他把我的辐射的车子打下来了，再进这个辐射再进车子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基洛夫跟牛车先上，基洛夫跟牛车先上呢，他的防空车跟幻影呢就要往后面缩，不往后面缩呢，就会被我的基洛夫炸死。然后牛车吸收巨炮的子弹，你看他招了很多幻影，对吧？先进去3个，不要全部进去，然后放辐射一蹲，把他的防空车给他烫死。烫死以后，他有很多飞行兵，再用防空打他的飞行兵，基洛夫炸他的黑幕，炸他的空子部，让他招不了巨炮。然后继续往前面冲，防空车带着辐射再走进来，开盖有惊喜，辐射一蹲，烫死他的幻影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幻影死了很多啊。然后继续往前面走，现在他的幻影呢被我烫死了以后呢，我们坦克就可以上，坦克是最后上的，用基洛夫加牛车加辐射先上。然后我现在没有钱了，对吧？我只有10来个坦克，我就卖掉了几个重工，造几个防空车啊，因为他还有飞行兵，防空车还得造1、2个防空车过来。然后他的幻影不多了，幻影呢就剩个7、8个，估计也有几个残血的被我辐射烫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带着防空，带着牛车往前面冲，他点我的辐射，防空车打他的飞行兵，把他飞行兵打掉，再点掉地堡，后面还有辐射，这个幻影比较厉害，往后面说，等辐射来，辐射烫一下，没有烫死也没关系，把他烫残血了，他的幻影就打不赢我的犀牛。然后走到前面来，防空保护辐射，你飞行兵过来打他的飞行兵，然后辐射往前面走，把他往后面赶，让他花钱造地堡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的矿都采完了，他也没什么钱，你过来一蹲，烫他一下。我的坦克装甲比幻影要厚一点啊，他的幻影经不起烫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犀牛呢经得起烫啊，我的犀牛还有1半多血，他的幻影没什么血了，再一烫，烫死了很多，你看这样他就守不住了啊。所以说这个模式呢，3万开局又不带超级武器，法国要厉害一点啊。而且呢，你看打完了以后，他说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还是你那熟悉的魔鬼，对吧？然后他说再来再来，然后我们再发一局啊。这一局呢其实是第1局，刚才跟他打的是第2局啊，因为这2局时间太长了，他非要叫我再来一局，我们就再发一局，对吧？其实呢，他这个模式呢打来打去基本上就一个套路，也是第一盘我也是这样打的。你看他巨炮加幻影加这个飞行兵，我也是造了很多基洛夫，把他的巨炮炸掉，然后辐射往前面冲，他的幻影就得往后面走，对吧？往后面走以后呢，然后我的基洛夫就拐进去了，他的幻影来了，我们不要着急，等基洛夫幻影来了，我们往后面撤，招点辐射，然后我的基洛夫打进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一盘呢，其实这个是第一盘啊，刚才打的是第2盘。第一盘你看他的防空就造少了，我的基洛夫直接就把他炸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现在他没有电了，一旦没有电，这个防空炮跟巨炮就成哑炮了啊。
然后我们还是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卖掉一点，换一点钱，哎，把他这个电厂炸掉，油田炸掉，你看，这下他就回到解放前了，对吧？他没有电了，防空炮太多了，而且呢，他把这个防空炮都放在这个山头上，他害怕我的基洛夫走那个山头上过来啊。你看吧，现在只剩下幻影了，打到这里呢，他就守不住了。我没钱，他也没钱，但是我多他2个油田呢，他没有油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个模式呢，不管你打多少盘了，基本上就这几个套路。一个呢就是用微山火箭，要不就是用基洛夫，或者呢就是前期你能偷到他，一下子就可以带走他哦。但是这个3万开局，你想打快攻一下带走他，还是比较有点难度的。所以说呢，第一盘、第2盘都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啊。所以说打了2盘我就没有跟他玩了。他叫我再来的话，你打3盘也是同样的战术，玩不起来什么。主要他这个模式呢，限制了苏军的玩法，基本上玩不出什么花活，玩来玩去也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。你看他一下子就没了，对吧？正好3个坦克带走他，主要是3万开局啊，这个太有钱了，法国就厉害一点啊。